就在最近，人類又一次向太陽系深處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。但這一次的推進方式不是火箭的轟鳴，也不是地球上的倒計時，而是一台正在飛行的探測器悄無聲息地改變了自己的軌道。前幾天 NASA 確認普賽克號探測器已經完成火星引力彈弓加速，它沒有減速，也沒有停留，而是借助火星的引力把自己甩向更深的黑暗，目標指向一顆距離地球數億公里的小行星 Psyche， 中文名灵神星。但問題從這裡開始變得不正常，因為人類這次要去看的不是一塊普通岩石，而是一種極端異常的結構假設，一個富含黃金的金屬世界。有人計算過，如果把這顆小行星上的金屬全部運回地球，它的理論價值可能高達1000億美元。這個數字有多誇張？簡單說，地球上所有國家的 GDP 加起來，在它面前都像零錢。當然，這只是理論估算，現實中我們根本不可能把它搬回來。但真正值得你思考的不是這個數字，而是一個更深的問題：為什麼一顆小行星會被懷疑不是小行星？在標準行星形成理論中，太陽系的誕生從來不是安靜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持續上千萬年的宇宙混亂實驗，塵埃、冰、金屬不斷碰撞融合，引力在其中不斷篩選結構，最終出現一個結果：重的往下沉，輕的往上浮。於是一个行星開始分層，核心、地幔、地壳，而你所在的地球就是這個過程的產物。但如果這個過程被打斷了呢？如果一顆正在成型的行星在結構尚未完成時被巨大撞擊徹底撕裂，會發生什麼？答案是它的核心可能會直接暴露在太空中，不再被岩石包裹，不再被地殼覆蓋，只剩下最原始的部分——金屬內核。而這就是靈神星最瘋狂的猜想來源。它可能不是一顆普通小行星，而是一顆失敗行星留下的核心殘骸。你可以換一種方式理解這個概念。人類到今天為止從未真正看見過地球內部。我們知道地核存在，但它深達5000多公里，溫度接近太陽表面，壓力足以摧毀任何探測器，而人類最深鑽探記錄不過10幾公里，甚至連地殼都沒有真正穿透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生活在地球表面，但從未真正見過地球內部。而現在問題突然發生變化，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一顆裸露的行星核心碎片，那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人類不需要再向下挖掘，而是可以在太空中直接觀察行星內部結構，就像醫生突然不再依賴掃描儀，而是直接拿到了一個完整的器官樣本，真實、裸露，沒有任何遮擋。但靈神星的故事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，早在1852年，它就被人類發現。當時它只是眾多小行星中的普通一員，沒有人會把它和行星核心聯繫起來。直到現代觀測技術出現，一些異常開始浮現。它的雷達反射異常強，它的密度估算不符合典型岩石結構，甚至它的表面特徵也顯得不自然。於是，一個大膽的假設開始出現：它可能富含鐵與鎳，還有黃金，甚至它可能是一顆暴露的金屬核心。這個說法一度引爆公眾想象，宇宙最貴小行星的標籤開始傳播。太空採礦、未來財富、星際資源被無限放大，但科學界的態度卻始終冷靜，因為他們很清楚，在沒有直接探測之前，所有價值計算都只是敘事。真正推動任務的從來不是財富，而是未知結構本身。於是，普賽克任務誕生了。2023年，它從地球發射升空，搭載離子推進系統，以極低推力持續加速，不是靠爆發，而是靠時間。不是靠瞬間，而是靠持續。更關鍵的是，這次任務還攜帶了一項實驗技術——深空光學通信系統。如果成功，人類未來與深空探測器之間的數據傳輸效率將被徹底改寫。換句話說，這不只是一次探測任務，更是一次深空通信文明的試驗。就在最近，它完成了關鍵一步——火星引力輔助飛躍。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次宇宙級借力。不消耗燃料，而是借助行星引力改變軌道，像被精確計算過的彈弓，把探測器再次加速推向深空。完成這一步之後，它正式進入最後航道。如果一切順利，大約2029年，它將抵達目標。
隨後進入軌道，圍繞靈神星運行超過2年。接下來，他將做幾件人類從未做過的事：繪製完整地形，測量重力場，分析化學組成，探測磁場殘留，甚至嘗試反推內部結構。但真正的核心問題始終只有一個：它到底是什麼？如果它真的是一顆行星核心，那麼人類將第一次直接觀察行星內部；如果不是，那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，因為這意味着太陽系中可能存在我們尚未理解的天體類型。你會在這裡意識到一個更大的問題：我們一直以為探索宇宙是在尋找外星生命，但很多時候，宇宙反過來在逼問我們：你真的理解你所在的世界嗎？此刻，這台探測器仍在飛行，穿過數億公里的虛空，沒有聲音，沒有方向，只有軌道，精準、冷靜、不可逆。而你看到的這個故事，其實也還沒有結局。靈神星到底是什麼？是金屬世界？是行星心臟？還是太陽系留下的認知陷阱？答案仍在路上。但真正的問題是，如果有一天人類真的具備開採小行星的能力，你覺得首先被改變的會是經濟體系，還是文明本身的定義方式？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